大家好，比尔盖茨27年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在大多数人密切关注首富财产如何切割分配的时候，我却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太太梅琳达为什么会赢得全家上下除了盖茨以外的所有人的爱戴和支持呢？在我看来，让梅琳达能够获得全家人100%无限支持的原因只有一个，它让我同时想起了两个小人物，而他们所带给我的感动，绝不是排山倒海般的那种瞬间所产生出来的感觉，而是高山流水的那种在肺腑之间时常涌动的感觉。这种感觉时常挥之不去。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缘故，跟一位李叔叔相当的亲近。他的爱人姓白，我称呼叫白阿姨。他们两夫妻都是天津大学的高材生，尤其是白阿姨负责人事工作，所以平时就显得特别的干练、好强、能来事儿。然而20多年前，白阿姨很不幸，在一次爬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结果伤到了脊柱。于是那天起，她便心不甘情不愿的出不了门了。悲催的是，她的家其实就在2楼。刚开始的1、2年，白阿姨还是那么的超级自信，每次当我见到她，她都一定要下床拎起拐杖走给我看。当然，走不了2步就站立不稳了，需要重新回到床上。而且这种表演还必须李叔叔的全程扶着。当时悲哀的感觉就特别的强烈，内心感叹的是，人咋就这么的脆弱，摔了一跤就要卧床不起了。而且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啊？更重要的是，李叔叔一个人照顾得来吗？带着这些疑问，我离开了广州。一晃20年过去了，李叔叔最近捎来消息说，白阿姨过去了。一听这话，我的心里面就咯噔那么一沉，可谓五味杂陈。因为听说这20年里，常年的卧床不起，动弹不得，让原本好动的白阿姨从乐观积极的一个人，消磨成了见人就发脾气的一个人，以至于后来除了自己的老公，连2个亲生的孩子都不认得了。那么为什么只认得她的老公呢？因为李叔叔必须朝夕相对、形影不离地照顾她，吃喝拉撒、洗漱换床，一切一切。因为李叔叔不想让他那天生的好强好面子受到哪怕一点点的损伤。因为他家就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城区黄金地段，所以面积特别的小。我实在难以想象，温文儒雅的李叔叔如何在20多年里，每天都在这潮湿逼仄的环境里，全心全意的去照顾一个脾气火爆、反复无常的病人。同样，差不多在10年前，我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位普通的朋友，他的条件不错，也是一个文雅知性的气质书生。他的太太因为患癌的缘故，特别的虚弱，生活基本无法自理。于是这位朋友放弃了工作，专门在家做陪护。所以无论在医院陪伴，还是接回家照料，他都任劳任怨，忙里忙外一肩挑。特别是家里的3个未成年的孩子，也同时需要他的照顾。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伤感出来，真实而压抑，佩服而自残。然而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表情，仿佛总是那么的云淡风轻，雨过天晴。似乎他那淡淡的笑容在提醒身边的每一个人，说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哪怕一地鸡毛也可以仰望星空。无疑他的太太以及我所熟悉的白阿姨都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就在于他们一直都不缺乏爱人的陪伴。正是这种无怨无悔的陪伴，让家成为了永远的靠山和安全的港湾。就像那句传世的结婚誓言所说的，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富裕或者贫穷，健康或者疾病，快乐或者忧愁，我都永远爱着您，珍惜您，对您忠实，直到永永远远。当比尔盖茨每天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之外，其他的16个小时都拿来工作了，而他的太太梅琳达却把每天的24个小时都用来陪伴了，陪伴自己的孩子，陪伴自己的父母以及朋友。
所以他的周围都是爱戴和支持的声音。就像比尔盖茨所承认的那样，梅琳达就是整个家庭的凝聚力。这种家庭的凝聚力需要岁月的沉淀，需要用心的打磨。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愿我们都能好好的珍惜陪伴自己的身边人，陪伴自己的父母，因为人生没有多少10年、20年，有时甚至会让人感觉到人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最后，我只想说，白阿姨好走，李叔叔保重。